好，各位好，來解今天 LeetCode 的問題啊。今天的問題是第874題，所謂的 Working Robots Simulation。好，那我們先看它的題目。它這邊是有一個 robot， 一個機器人，然後它是在 SY 的平面。它這邊特別強調它的 SY 平面是 Infinity。它開始從原點啊，然後面向北啊，朝北開始的。那這個 robot 它就接受一個陣列的整數的 commands， 它代表的它這些是它要移動的序列，必須要去執行。那有3個可能性-2代表的是往左轉90度-1是往右轉90度。那其他的數字是1到9啊，那代表假設它是為 k， 那就代表它前進 k 個單位。好，那它這裡的問題呢是還有一個東西叫做障礙物 obstacles。那第一個 obstacle 呢，它基本上它也是用 SY 的坐標來表示。那如果說這個 robot 這個機器人呢撞到這個障礙物呢，它就要回到它的前一步啊，所謂的前一步就是比方說你走3步撞到，你就只能走2步啊。他說adjacent to the obstacle 啊，在 obstacle 的鄰接的一個坐標，然後再等候下一個command。那他這裡要請返回答案是 maximum square Euclidean distance 啊，所以這個就是距離嘛，說距離的平方嘛，最大當中你這個機器人前進當中的離原點最大的距離的那一點啊。好，假設呢距離是5的話呢，你就返回25嘛，所以這個應該很簡單了。好，那我們來看它這邊有一個 note。這個 note 呢是說，如果說這個障礙物在原點就有的話，你呢，它當然的處理方式是這樣，robot 你就先忽略直到它再次呢會回到原點，撞到原點，那個時候才算基本上呢，它就意思就是它沒有辦法再返回到原点，然後出發的時候你就可以不用管它。朝北 Y 坐標正向，朝東就是 S 坐標正向，朝南就是 Y 坐標負向。朝西就是 x 坐標負向這個是應該都清楚這個，所以它這邊完全的遵循的就是我們一般的 SY 的直角坐標的習慣。好，那我們看一下相關的一個例題。好，那我們看的例題1例題1它的 commands 是4、-1、3。它 obstacles 呢，它是空的所以在這邊的話，一開始我們看右邊這裡，一開始是朝北，沒有問題。朝北，然後走4步，所以它就會到04這個坐標，然後再來-1的話，代表就是你要順時鐘轉90度嘛。所以就會轉為朝東，朝東，所以然後再來是3，所以它就會
robot 它就會移到坐標3、4的位置。所以從這邊你大概可以看啊，它離原點最遠的距離當然就是3、4這一點啊。所以我們剛剛也知道3平方加4平方等於25嘛，所以呢答案當然是25，這蠻簡單的。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例題2。例題2的話，它的情況就跟例題1比較不一樣，它是有障礙物的，所以它坐標是在x 為2 y 為4的這一點啊，我們就是在這一點。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它當然是朝北啊，所以走4步，所以是0、4啊。這點的坐標，然後負一跟剛剛一樣，然後順時鐘90度，所以就朝東，然後再4，但問題你走1步、走2步你就碰到了，所以你返回1步，所以在這邊1、4的位置，所以這邊停留的位置，這邊是坐標 x 為1 y 坐標為4的位置，好。那然後呢，再來它是-2嘛，-2的話你就會朝左就是方向轉左，所以又是回到了朝北的方向，然後再來是4，接受到4，所以走到18的位置，所以你看這幾點離原點最遠的當然是這一點。好問題，所以就是8平方加上1平方，答案當然是等於65。好，那我們再看例題3。例題3的話，它這個例題它就是就是處理的 obstacle 呢，它在原點的一個特殊的情況我們看一下這個例題就要看仔細一點。所以一開始是朝北，然後走6步，所以到坐標0、6的位置，這沒有問題。再來是-1，再來-1的話就朝右嘛，所以2個-1，所以就轉了180度就轉回來，所以它就變成朝南。然後再走6步，但是走6步呢，它就撞到這個障礙物，所以它最後停的位置是在01的位置那它這裡面你要找的是離原點最遠的位置嘛，所以當然是06這一點嘛，所以0的平方加6的平方當然是等於36。好，這是相關的例題。接下來我們看我們大概怎麼解這樣的一個問題的。好，因為這個問題呢，基本上呢，當然就是用 unordered set 根據它的 constraints 因為坐標值可能要蠻大的。那我們在這邊我們也考慮所謂的 PNR， 所謂的 polymorphic memory resource 主要是要加快這一類的 hash map 它的一個速度那確實它的速度會借由它它會比較快一點。然後原則上呢，因為你的每一步它最多是走9步所以原則上我們的每一個指令大概原則上就是 O1 我們常數時間好，那我們呢基本上我們就看它，因為它 move 它最多是到9。那所以我們原則上我們就用 unordered set， 但是我們有用到 PNR 那我們根據它的 constraint 原則上那因為我們處理的是坐標，我們一般來講 C++ 你要
用這樣的 hash map， 一種方式是你自己去定它的 hash， 另外一種方式我們就自己去定它的 key 嘛。因為根據它的 constraint， 原則上我們将 x 呢乘以2的16次方再加 y 啊，这個當成它的 key。那在這邊的話，基本上因為它是採用 bitwise 的一個計算，所以它會比較快，很快速的找到它的 key。然後原則上呢，我們的障礙物我們就擺在所謂的 obfset 啊這樣的容器裡面。啊，原則上我們在這裡所使用的 unordered set 啊裡面的基本上就可以。那我們處理這個3種情況，我們是採用 switch case， 我們並不是用一般的 if else 的這樣的 statement 啊。那當然一個好處就是它一方面是可讀性比較高，二方面是藉由 compiler 來講，它原則上它就是一個表啊，所以它就可以避免所謂你 if 的錯誤判斷所帶來的一個懲罰啊，所以基本上如果是採用C++ 之類的程式語言，我們會蠻建議你處理這邊的話，你用 switch case 好，然後基本上它4個方向，所以我們在原先的版本我們是modular for， 但是實際上我們其實可以改為你跟3做 and 的計算啊，這個其實它速度上來講它會更快一點。好，那接下來我們看我們的 code 大概是怎麼寫的。好，我們的 code 當然我們在這邊我們要多加一個標頭檔啊 ，memory resource。那我們這個 PNR 這邊它的 unsynchronized pull resource 啊，我們就宣告一個 pull 啊，一個詞一個 pull。所以那下面的话，我們在第6行我們定一個常數啊，這是3萬啊，基本上它的最小值根據它的 constraint， 然後最小值它是-3萬嘛啊，所以這個代表它的偏移值。那我們希望它 key 的值啊，它是非負的整數啊，非負的整數我們就直接就 unsigned 就可以了啊，剛好夠用啊，剛好是夠用。然後我們當然要記得你要預留空間給 obfset 啊，然後第一個 loop 當然就是我們先把這些的障礙物的坐標的 key， 我們就將它儲存到insert 到 obfset 啊這個容器裡面。好，接下來我们來看第2個 loop。第2個 loop 呢，因為它是跟方向有關所以我們這邊用一個2維的一個陣列我們就把它寫定。那我們當開始的坐標 x 跟 y 當然都是0。那我們移動 x 方向，我們用 ds 來表示。dy 一開始也是1因為它是朝北。它的方向是0 ，face 從0 face 我們用0 1 2 3 0代表北然後我們再看好，那基本上我們要返回答案就是它的 distance 的平方，所以我們這個 max d2 開始設為0。好，所以我們的 comments 整個回圈去跑一遍，然後我們用 switch case 的語法所以我們就看看我們得到的 comment C 是什麼。如果是-2，我們的 face 就加1，然後跟剛剛所講的一樣我們這邊你當然可以用模式來算，但是我們跟3做 and 其實效果是一樣的。然後我們 dx 就是dir 在 face 的第0的值 ，dy 的話是在1的值
如果是-1，我們這邊當然是減1啦，但是原則上因為它是模式，所以我們就直接加3，然後再跟3做 AND 計算，一樣，我們可以取得它的 dx dy 的值，這個基本上我們 case -2跟-1我們就處理它轉向的問題。好，再來就是 D4 的部分，D4 的部分当然就是處理它前進的部分。前进部分我們這邊看所以我們呢，x 加等於 dx，y 加等於 dy。如果它碰到了所謂的障礙物的時候，它就要返回到它的前一步就是它的臨接的那個坐標所以這邊就是再把它減回去，然後這個回圈呢，因為 C 它最大是到9所以這裡後面當然就不用再走了，所以你就 break 出來，然後基本上我們在回圈出來的地方，我們再取 maxima 就好了不需要在這個回圈裡面每一步都去取好，最後返回的答案應該就是正確所以這邊當然我們知道distance 的算法当然就是根據畢氏定理你的 x 坐標跟 y 坐標的平方和就是它的距離的平方。好，那接下来我們就看我们在 LeetCode 做的一个情况。好，我们這邊呢，我們先把這個加速版的這個，我們先把它弄掉。我們看看它一個成效，就用一般的unordered set， 其實我們就是多了這兩個設定。好，那我們讓它 run 一次好了。好，3個 case 都 OK， 那我們 submit 看看。基本上它是15毫秒所以也沒有很慢啊。但是如果說我們有加上這個 memory resource 當中的 PNR， 這個情況就會不一樣一些。好，這邊當然我們在我們的 unordered set 這邊，我們當然前面打上 PNR 雙冒號，這邊要有一個參數 pull。好，我們再執行一次。好 ，submit。好，所以它的速度就明顯的要快一些。大概7毫秒最快大概可以到3毫秒。好，那我們就先談到這裡。